1961年2月，常年奋战在革命事业第一线的陈赓将军，在经过多年的操劳后，身体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组织为了他的健康着想，特地把他安排在上海的一所高级疗养院接受治疗。然而疗养院舒适安宁的环境却让陈赓这位大忙人倍感不适。刚住进去几天，陈赓就觉得浑身难受，直到那一天疗养院来了一位熟人，陈赓烦闷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位熟人就是陈赓的老战友粟裕。此时的粟裕已经被解除所有职务，进入了半退休生活。紧绷的神经松下来之后，多年革命生涯积累的暗疾如山崩海啸般折磨着这位将军。两个同病相怜的老战友分别多年后，竟以这样的方式相遇，一时间两人皆唏嘘不已。两人天南海北一顿闲聊后，陈赓突然话锋一转，戳起了粟裕的肺管子道：“粟老总，你知道你为什么挨批评吗？你是没有大错的，但你却犯了大忌，而你犯下的大忌有2个，正是因为这2个大忌，你才遭此劫难。”陈赓所说的批评，指的是1958年粟裕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被围攻的事情。这件事是粟裕军旅生涯中仅次于当年谭家桥战役的挫败。直到与陈赓会面时，粟裕都没有完全从这道坎上迈过来。此时的陈赓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两人这一见也许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了。陈赓索性开门见山，把心中压抑许久的一些话对粟裕说来。那么两人究竟说了什么呢？众所周知，我党的革命历史上堪称是江星璀璨，群英荟萃。然而在浩如繁星的江帅中，有4个天赋异禀的少年天才最为亮眼，他们分别是陈赓、粟裕、荀怀洲和林帅。其中要数粟裕和陈赓两人的关系最好。两人都是湖南人，家里都是地主出身，都是元帅之才，结果都因为各种原因阴差阳错与帅位擦肩而过。粟裕年轻的时候受先进思想感召，毅然选择背井离乡，报考了湖南省立师范大学。大革命时期，被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发展入党。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粟裕跟着学校同学转移到叶挺的教导大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进了时代洪流，跟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而陈赓的履历比粟裕更加精彩。他们家是老牌湘军世家，因看不惯湘军日益腐朽衰落的现状，毅然抛弃祖上留下的铁饭碗，南下报考了黄埔军校。在黄埔东征时期，陈赓还曾在千军万马中背着老蒋逃出重重包围，一时传为佳话。国共反目后，陈赓跟随贺龙所部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广州的途中，于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所伏击。陈赓在警卫的掩护下突出重围，逃到香港落脚，随后又转战上海，跟周恩来一起组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那段经历让陈赓对人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在那以后，他走到哪里都能做到八面玲珑，人见人爱。而粟裕则不一样，他也在这潮汕一战中走散了，只不过他选择了北上找寻朱德的断后部队，最终跟着这支军队一起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时期，朱毛两人分别培养了一个后起之秀，毛主席带的是林帅，朱老总带的是粟裕。不同于林帅少年成名，不到24岁就做到了红军军团长，粟裕长时期都在红四军参谋长一直徘徊，这也是朱老总有意压制的结果。他更希望粟裕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厚积薄发。从后来粟裕跟林帅两人的结局来看，不得不说这里头有朱老总的良苦用心在发挥作用啊。如果事情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粟裕的棱角被磨平后，也许就不会有1958年那档子事情，就算是有，也大概率不会是那个结局。但是不同于毛主席长期把林帅带在身边培养，朱德对粟裕的培养出现了一个长达10几年的断代。正是这个断代，让粟裕虽然完美继承了朱老总的军事思想，但在心性培养上未臻圆满。在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曾组建过一支由方志敏、荀怀洲等人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到蒋介石的腹地江浙一带去开辟革命根据地，试图以此来缓解中央红军根据地的压力。但天不遂人愿，这支部队在北上过程中遭到了国军王耀武部重创，荀怀洲战死，方志敏被俘，只有粟裕带着残兵败将周旋于浙江山区艰苦求生。此时中央红军也开始了万里长征，双方彻底断掉了联系。直到2年后，
粟裕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消息，才再次找到了组织。这2年时间里，由于生存环境太过于恶劣，对将领的指挥水平要求比较高。说白了吧，此时的统帅必须要说一不二，内部绝对不允许有第二种声音，因为岌岌可危的部队承受不起军事民主带来的效率下降。这种环境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粟裕直率的性格和说一不二的风格。这就是陈赓所说的粟裕人生2大忌的第一忌。因为当时部队人数少，而粟裕又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不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用讲究什么人情世故，他的话就是铁令。他不用在乎手下人的感受，毕竟当时生存才是第一要务，挨2句骂算得了什么。正因如此，粟裕这个致命的性格缺陷在当时并不突出。等到抗战爆发后，粟裕的部队被编入了江南岸新四军，头上有了顶头上司，这种情况才稍微有点缓解。当然，粟裕之所以没跟同事们闹僵，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上面给他派了一位8面玲珑的助手，帮他把所有跟人打交道的活都给包揽了。此人便是粟裕一辈子的老搭档陈毅。陈毅的出现很好地弥补了粟裕的交际短板，在往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粟裕基本不用操心这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他能在后面建立下这偌大功业的原因。千万不要小看政委的作用，刘伯承没有邓小平，林帅没有罗荣桓，他们可能早就步了荀怀洲跟叶挺的后尘，这2位就是军政不和的最大受害者。然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陈毅在成就粟裕的同时，也助长了他在性格上的缺陷。一旦离开了陈毅的辅助，粟裕就是那个退朝后在沙滩上裸泳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粟裕人生中的第2忌犯上。陈赓评价粟裕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一定要推行，哪怕因此触怒上级也在所不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在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驳斥了毛主席要求华东野战军南下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命令，坚持要求中央军委同意在中原打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战，力求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解决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淮海战役。虽然历史证明了粟裕的想法技高一筹，但放在当时，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犯上。要知道，自从4渡赤水一战封神之后，党内再也没有人有胆量质疑过毛主席的决定了。当时南下的命令来了一封又一封，可粟裕全都置若罔闻，依旧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的中原决战方案。如果不是有陈毅4面斡旋，如果不是有朱老总全力担保，如果不是毛主席宽宏大量，搁在斯大林或者蒋介石那里，粟裕的结局真是不敢想。可淮海战役的成功证明了粟裕的犯上是对的。也正因如此，粟裕在这方面非但没有所收敛，反而依旧我行我素。建国后，粟裕出任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与刘伯承一起主持我军的正规化转型。当时我国实行的是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全方位照搬苏联模式。恰巧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量，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友好。正规化转型在朝鲜战争之后也进入了快车道。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支持正规化转型的人，自然也就有对转型不怎么感冒的人，比如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其实也不是反对正规化，他只是看不惯一味照搬苏联的做法。毕竟在我党的革命历史上，这种做法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伤害，甚至可以说国民党给我们造成的损失都没有盲目效仿苏联模式来的大呀。自建党以来，本土派跟流苏派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自万里长征流苏派败光了革命的家底之后，一味效仿苏联声音也没有了市场。4渡赤水和延安整风后，本土派在往后10年里占尽了上风。可随着中苏友好，大量苏联援助滚滚而来，在铺天盖地的资源面前，一切的说辞都显得苍白无力，流苏派又一次支棱了起来。彭老总就是当年土洋之争中本土派的军事代表，而刘伯承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等生，正是苏派军事路线的积极推崇者。两人当年在苏区的时候，就因为这件事情闹过分歧，后来八路军时期也因为此事发生过口角。而粟裕呢，作为朱德的亲传弟子，理论上来说应该隶属本土派才对。可粟裕是个实用主义者，什么洋派土派
管用才是硬道理。苏联陆军可是当年世界陆军的巅峰，苏式军阀是经过第2次世界大战考验的，所以粟裕在新时代的土洋之争中站在了刘伯承一边，在军改的事情上屡屡驳回彭老总的意见，两人也因为这个结下了梁子。在后来那次大批判中，彭老总是所有元帅里头批得最猛的一个。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可以避免的，彭老总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人，对于苏式军改也并非全盘否定，只要耐心沟通还是有机会取得共识的。可没有了陈毅，粟裕根本就不知道沟通为何物，他只知道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至于上司的态度如何，我不管。于是乎，一场连路线之争都算不上的分歧，最后居然被搞成了义气之争，实在是让人惋惜呀。1957年之后，中苏关系就已经出现裂痕。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之后，当时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两国关系破裂只在旦夕之间。中苏之间的绑定是如此的紧密，想要解绑绝非旦夕之间可以完成，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快刀斩乱麻，搞一刀切。经济上提倡大炼钢铁赶英超美，以此来应对即将出现的苏联资金断供问题；军事上则要对走苏式路线的人大加批判。这时候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政治正确。这本来也没什么，当年留苏派和四方面军那帮人不也挨过批判吗？可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嘛，还是可以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嘛。可谁也没想到，粟裕多年累积的人脉负资产会在这种场合集中爆雷，以至于这场批判的力度完全超出了想象，直接终结了粟裕的军事生涯。对于这些，粟裕知道吗？粟裕是知道的，但这就是粟裕呀，刚正不屈、直来直往的粟裕。因此对于陈赓给出的忠告，粟裕表示，我粟裕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几十年来的革命生涯和经历会帮我做出回答，会告诉世人我粟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